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不只是装修的季安，我们又见面啦。我们今天来到新店的这个地带，我们这个是河岸景观宅。什么是河岸景观宅呢？就是它其实就坐在河边旁边，上去一看就看到整个河岸的风景，其实非常的漂亮哦。那今天是受到设计师的邀请，我们来做这边的住宅改造。我们来一起上去看看这边做之前，以及还有我们等一下做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哦。那我们就先看做之前 ，Let's go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业主家了。你看一下窗外，其实我们业主家的景色非常的好哦。你看出去就直接看到整个新店溪都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呢，要看一下业主家要怎么样做呢？首先看到我们的玄关区，有没有？像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人家主人家进来一进门，然后这边脱鞋子啊，放鞋子，这个区块呢，它要做落成区。这种做法其实在日式的家庭中比较常见。那我们就是做落成区跟主要生活的区域做分隔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做那种一般的石头纹路，因为他想要做像比较好分辨落成区跟家用生活区的区别。那这边就是比较一般，其实就用那个石塑地板、石头纹路的形式这样子铺，横着铺，这样铺完其实就 OK 了。那接下来其实这个主人家比较特别的就是说，他客厅这个区域从这边开始，有没有看到这个鞋柜？他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做人字拼，为了跟生活区域跟那个落成区要做出高低的落差之外呢，它就是要多了那个3分夹板。夹板的用意呢，是为了拉高它的那个高低落差。3分夹板大概是0.9公分，再加上地板原本的厚度，所以高度落差会来到1.5公分左右，这样就可以很明显的做出跟生活区域的差别了。那从这边开始起头，有没有看到这条？这条就是那个系统柜的那个踢脚板，那就是从这边开始起头，到里面整间都是要做生活用区。那生活区呢比较特别啊，这是要做人字拼。什么是人字拼呢？人字拼呢其实就是2块地板，就是它有做特别的拼法。这边第1片，这边第2片，第3片，第4片，会有一个尖尖的那样子，然后左右一直拼下去，人写这个人这个字一样，所以我们才叫它说人字拼。好，我们来到这区域，那人字拼要注意哪些事情呢？其实人字拼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抓中线。什么是中线呢？就是我们俗称要起头的那条线。因为人字拼是人这样子嘛，所以会有个尖尖的那个尖点。那尖点就是第一条要抓一条线来确认第1片的起头要从哪里开始做。那这次的屋主呢，想要跟电视墙一样，就是对电视墙2个柜子中间这条线，刚好看电视的这一条线作为起头的第1条线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很重要？因为根据起头的位置不一样，所以画出来那条线的位置也会不同，整个拼起来感觉呢也会有一些落差。有些是可能从电视墙，有些人是可能从最旁边到最右边的墙壁这样子拉，这样抓出来中线可能会不一样。像我看这边电视墙这边抓出来中线就是我所站的位置，但是如果呢是整间都抓的话，我可能中间的线会来到这边，从这边开始起头，这2个拼出来的感觉就会有一些落差。然后再来就是人字起头的方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都要跟业主充分的沟通，因为人字如果是箭头朝客厅或是箭头朝窗外，这都会影响到整个设计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包含厨房这边啊，整间都是做人字拼，这很特别，这样做出来的感觉其实会很有设计感，而且会相当的利落，然后有很明显的空间感。这边做完之后呢，其实就是一般的房间。房间其实看到这3间，还有主卧室这边。他们其实做的都是一般的地板的拼法，就是一般的拼长条形的，有没有？地板长条形这样一片一片拼下去，它也比较简单，比较单纯。房间呢，一般来讲可能就外人比较不会进入。第一个比较经济划算啦，第2个就是拼起来感觉也比较 OK， 整面性会比较好一点点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电视墙的墙板。你看这边，它这边其实今天选用的是那个大阪联文里面的一个系列，然后叫做潘多拉，它其实做起来是非常漂亮，相当的大气美观。其实今天要做的墙面呢，宽度呢是从这边系统柜的最边缘，然后做到这边，做到这边的油漆处，大概这边落差30公分，这边到整面墙都是做潘多拉大阪联文这一块。然后除了这上面这边顶到天做得好之外，然后还有下面这边柜子下面这边有一些空间，因为它是浮空柜，所以下面其实也看得到地板。就是你坐在客厅的沙发的时候啊，也会看得到地板，看得到墙面啊，所以这边其实也要做，不能忽略掉。为什么选用这个墙板呢？因为其实如果你运用真正的石材来做的话，价格相信我，这一面墙至少20万起跳，跑不掉。用我们的 FPC 墙板呢，其实成本大概落在4万左右而已。
其实差非常多，1/5的价格而已，非常划算，然后去营造出看起来是一样的效果。你从外观上你看不出来真正的大理石纹路，还是说是墙板，还是说其他的材料，这其实是很难分辨的。所以用4万块做到这样的效果，其实是相当的划算。这个业主相当的聪明，选择这个材料，而且它又好拼。这种墙面你看，这种已经有稍微P图过，而且又比较平，所以我们在拼的速度的时候其实很快。其实，在拼这些墙板过程中，我预计大概2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对，你看，如果是用传统的那种大理石啊那种工法，你至少拼个1天到2天。也不一定，因为你要看到师傅抓的水平，还有是看那个石材搬上来，因为那石材很重，那个一定要2个人搬，可能还搬不动，因为那石材太重了，而且在施工的过程中风险很高，有时候失手滑下来敲到，那基本上那个板材就没有救了，很可惜，那就是浪费。你摔下来20几万，你业主会哭，你施工的人也会哭。那我这边的墙板呢，好处就是拼得快，我有卡扣的结构，那拼过去一下。就像拼图一样，这样一片一片拼过去就结束了，而且你没有担心说师傅摔到或怎么样，那个都可以做稍微的修整去切割，那个都可以修饰掉，这都没有关系，这是好处。我墙板真的是这么优秀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让师傅已经完工了，我们就来到施工现场看看我们做了哪些的改变。首先呢，跟着我的脚步，我们来看到改变最大的就是电视墙。你看电视墙的部分啊，原本是一个那种光秃秃的墙面，我现在做上 SPC 墙板之后，你们看这个感觉看起来都不一样了，而且你又看不太到这边总共用了6片的墙板，可是你看得出来接缝在哪里吗？其实你在远看的时候，其实看不太出来接缝在哪边，这样一体成型直接拼过去，有没有？其实看不出来。那如果真的要做那种真正的大理石啊、花岗岩之类的，那个做下来其实可能30、40万跑不掉。那这边呢，你用不到1/3的价格，你就可以把这边全部做完，然后获得一样的效果哦，而且还防水。耐磨，你要怎么样清洁都可以，不用太多的顾虑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完美的墙面。那接下来看到我们的人字拼，这也是改变最大的地方，让整个空间看起来不一样，有立体感的地方就是人字拼的部分。我们人字拼呢，从客厅一直这样往前延伸到整个空间里面，甚至到厨房里面，让它整个的空间感看起来不一样，而且也是改变最多。有没有看这个黑色的，跟这个环境搭配的相当的好？那接下来的话，就跟着我脚步走到我们的完工的主卧室。那主卧室呢？主卧室的部分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它就是采用相同的颜色，但是使用一般拼的方式直接做完这一区块。有没有看起来跟原本的抛光石英砖是不是有些不一样？多了一点温暖的感觉，多了一个木质调的感觉呢？有没有？这边整片都拼完了，而且跟它的家具是相当的搭配，尤其这种水泥的颜色。其实搭起来是相当的好看。今天呢，都感谢师傅的努力，加班加点，终于把它做完了，非常的感谢师傅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工地就到这边啦。其实施工前跟施工后是不是差了非常的多呢？而且啊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在那之前还没有做完之前，到施工结束，我们大概花了1、2、3、4，花了4天。其实第1天呢，其实我们就开始进场做甲板的，做高低落差修整出来了，花了1天的时间。第2天到第3天，其实我们是做地板的部分，因为人字拼很花时间。如果是做一般的话，其实我们1天就结束了。人字拼花了我们大概2天的时间。到最后第4天的时候，我们是墙面跟户外材料一起去进行。那这样其实2个同时进行，我们1天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总共花了4天的时间来完工。那您心动了吗？如果你也心动的话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留下说你也心动了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然后留下您的问题，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。那我是不只是装修的基安，我们下次见。